老公的白月光瞎了一只眼回国，我却贤惠地揽下了接机的活。没想到他被黑车拉到了郊区，被抢钱又猥亵。两人重温旧梦的时候，我躺在医院无人照顾。等离婚证拿到手的那一刻，才发觉这是两个人逼我离婚的圈套。我跌下云端，却发现被骗的不只是我。这就好玩了，看着渣男在大海里沉沉浮浮被海浪带走，看着瞎眼白月光为了找手机摸索着跌下防浪堤，人生赢家竟然是我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调了监控，小薇被黑车司机带走了，她要出了什么事，你准备在里面蹲一辈子吧。平日温文尔雅的老公怒气冲冲，狠狠地推了我一把，一甩车门，扬长而去，留我一个人在机场到达区，抹着眼泪。我早就到了，是小薇早出来了，我根本没有在出口看见她。抽泣引来了周围人的注目。门口拉活的大哥抽着烟走到了我身边，你要找那个瞎了一只眼的姑娘？我的眼睛忽然就亮了，连连点头，从兜里掏了200块塞进了大哥的手里，求大哥给我指条道，8成往前面废弃工厂走了，放心吧，顶多图财，绕一圈就给你送回来了。我喜出望外，今天是老公的白月光方小薇受伤归国的日子，我怕打扰老公上班，一个人揽下了这个活。没想到却等来了方小薇早早出来，被黑车拉走了的事实。没找到小薇，却等来了老公的暴怒。荒草越来越高，我听见一个女生大喊着：救命啊，不要！你这个瞎子，今天就给我做媳妇吧！小薇在挣扎，我下了车，还没来得及大喊住手，后背被人狠狠地推了一下，跌倒前，我看到了我老公李怀瑾飞奔过去的身影。他把司机狠狠推开，搂着瑟瑟发抖的方小薇，脸色煞白。小薇，小薇，你别害怕，我在这里。方小薇深墨色的眸子里噙着泪水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感觉她的嘴角带着笑。不顾身上的泥，我一瘸一拐地走近两人，却被李怀瑾狠狠扇了一巴掌。这一切都是你造的孽，如果没有你，他就不会受这么多苦。肚子一阵一阵的疼，身上不知道是泥水还是汗水。真的是我的错吗？我耽误你跟白月光再续前缘了吧？李怀瑾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我留，抱着方小薇径直越过了我要开车离去。我的肚子痛得险些昏厥，拽着他的衣角，祈求李怀瑾也带我走。没想到他狠狠地打落了我攥着他衣角的手，语气冰冷：警方会来处理这一切，没来之前你跟这个强奸犯待一会，也感受一下小薇的恐惧吧。不，我的裤子被鲜血慢慢浸透，李怀瑾带着他的小青梅走了，留我跟花臂大哥2个人。求你救救我！掏出了兜里的所有钱，看着大哥微微发愣，我吞下了手腕上李家祖传的金镯子。大哥没要这些钱，把我送到了医院。走的时候只有一句话：姑娘，这人不值得。那什么是值得的呢？上学的时候，李怀瑾是校草，而我是个肥妞，想跟他说句话，都隔着千山万水。毕业了，他看见相亲对象是我，微微发愣：你是简家的独女，简幽年。那是我第一次听见李怀瑾叫我的名字，心里毛毛的。李怀瑾这个穷小子，接受了简家所有苛刻的条件，跟我结了婚。我们约定好第一个孩子跟我的姓简，好继承家里的一切财产。没想到我们第一个孩子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，又悄无声息地走了。我欲哭无泪，挽着家中
阿姨的手缓缓往医院外面挪，却见到李怀瑾推着方小薇，有说有笑地从我面前擦肩而过，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。第二天，离婚协议就摆在了我父亲的办公桌上。幼年啊，简家已经不是以前了，现在我们都靠着怀瑾而活。他说离婚，你就签字吧。我早就知道李怀瑾重效率，却没想到他离婚结婚都摆在了同一天。你的东西抓紧时间收拾走，我要卖房了。旁边方小薇在一旁插嘴，你那些蕾丝睡衣我都替你扔了，反正穿了也没什么用。那个女人躺了我们俩的婚床，我的指甲狠狠地嵌进了肉里。能不能下个月再去？方小薇看我的脸，仿佛在看笑话，马上就要笑出来了，忍不住地问：你不会以为自己下个月化个妆、减个肥，李怀瑾就能再看你一眼了吧？对于李怀瑾，我早已死心，毕竟他在上学的时候就如天上月，现在不过是月亮被别人摘走了，也没什么伤感的。我得做个小月子，恐怕的下个月才能出门。李怀瑾像是聋了一般，立在原地没动。倒是方小薇破防了：什么？你竟然怀孕了？就凭你这一身肥肉，穿着睡衣也能勾李怀瑾？你是不是给他下药了？够了！李怀瑾制止了方小薇的无理取闹，蹲下来看着我苍白的脸：对不起，我始终欠你一句抱歉。道歉吗？那不得跪着说，从抢了简家的大客户开始说起，从你推倒我开始说起，从你婚后出轨开始说起。我没有。李怀瑾说起这句话来，显然底气不足，缓缓站起身来，仿佛老了10岁，叹了口气：要不是我们没接到小薇，他也不会这样。到底是怎样？我打量着留着长发的方小薇，她一只眼珠子不会动，听说镶的是狗眼。想到这里，我扑哧笑出了声。狗眼跟她还真配呢。我掐死你！方小薇张牙舞爪地向我扑来，直勾勾看着我的眼珠子，更是骇人。长头发缠上了我的手指头，挥舞之中，我碰到了她的脸颊。一枚巨大的隐形眼镜从她的假眼中掉了下来，落在了我的手背上。方小薇愣了1秒钟，抓起来就吞了，然后捂着眼珠子哭闹。我被这个贱人扣了眼珠子，方小薇没有瞎，她的假眼不过是博同情的武器。想到她惊慌吞了隐形眼镜的样子，我就想笑。小月子做完，我就懒洋洋地去曾经的婚房收拾行李。我的衣服没有几件，都被扔进了杂物房里。方小薇显然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。家里原来的阿姨愤愤不平，这个方小薇仗着自己要吃精神病的药，动不动就折腾我们，稍不满意就要跳楼自杀。哦，我晃了晃她的药瓶子，却被阿姨打断。她的东西可不能动，出门旅游前千叮咛万嘱咐的。这是怕我揭穿她吗？我要来收拾东西，他们就出门旅游了。我偏偏要动，拧开了药瓶盖子，狠狠一甩，全部扔在了我曾经的婚床上。被子还没叠，上面斑斑点点，惹得人心里一梗。脚底踩过空瓶。我独自一人又来到了机场。黑车司机一共那么几个，上次就我的大花臂大哥一见我，就讪讪地摸着鼻子：妹子，来找我干什么呀？找上次扔了你的男的去啊！我的眼睛看着远处排成一排载满客人的营运车辆，指着他的脸威逼利诱：我给你办一张机场餐饮车辆的证件。这话一出，大哥的眼睛里就有了光。有了出入证，他们不用当黑车了，想干点什么省了不少过路过桥费。话还没说完，又一张熟脸猝不及防的出现，看着我也是脚步一滞。
我捂着嘴哈哈笑，哟，还没进去呢。看来上次那小妞没报警啊。看来方小薇给的钱也不多，连炸弹骗没2句，他们就全交代了。这个方小薇给了他们钱，让他们故意拉自己到荒山野岭，等有人来就装作被劫财劫色。我说怎么那天没有接到人？一查监控，正好看见了在机场徘徊了好几个小时的方小薇。视频中哪还有一点眼珠子不好用的样子啊？甚至还坐在椅子上补了半个小时的妆。电话响起，是方小薇近乎疯癫的声音：“简幽年，你动我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都是你害我出事，你这辈子都要承受内心的谴责。”机场的阳光真好，我踢了一脚地上垃圾，你扔的我的睡衣，够买好几车你那个吊骰巧克力豆了。方小薇啪地挂掉了我的电话。事情发展得越来越好玩了。我虽然不追求物质，但是东西却没有一个便宜货。在杂物间的衣服上发现了吊骰的斑斑点点，只有一个可能，方小薇在这里分装过吊骰的物品，粉末掉在了我的物品上，天气一潮，直接阴开了。这么大费周章，那么方小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我把一切告诉了父亲，他狡猾一笑：“还能为什么？图财呗。传说方小薇从国外带回了2、3个亿的订单。”啊，他要是能谈2、3个亿的大单，还用得着弄假眼珠子骗李怀瑾？一时间，我不知道是要看哪家的好戏了，却看着老狐狸笑得更灿烂了。这个方小薇不会是你的人吧？我眉头皱得老深，有点难以置信老狐狸会找这么菜的弱鸡。他却嘿嘿一笑：“我本来想给你俩的婚姻松松土，看看他老实不老实，没想到这个方小薇自己单干了，估计是发现这个李怀瑾实在太好骗。那咱家没被李怀瑾吞了，我还是简家大小姐。放心吧。”爸爸搂着我的肩膀，2个人缓缓往外走。咱家的钱，1万个李怀瑾也骗不走。一出门，寒光晃眼，我下意识地挡住了眼睛，却看见方小薇拿着一柄刀，比比划划地向着我们父女俩砍来。我要你死！老爸反手夺了方小薇手里的刀，把她的手指头按在地上，作势就要扎。被赶来的李怀瑾狠狠地抱住，是幽年扔了小薇的药，小薇才发病的。哦，爸爸扔了刀，看了看2人，精神病砍人不坐牢，那要万一不是呢？方小薇这才看到老爸，他刚才肆无忌惮，是以为我有了新欢，想给我一个下马威，没想到是老爸。当面拆穿在即，只能哆哆嗦嗦的眼神闪躲。看来李怀瑾的钱他还没骗到手。李怀瑾挡在了方小薇面前，义正言辞：“我替他道歉，但是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有一半是幽年造成的。如果幽年那天接到了他，他也不会变成这样。拉不出屎还要怪地心引力了。”我刚要开口说话，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，所有人躲到了大厦的大堂。方小薇在睁开眼的时候，李怀瑾惊呼出声：“小薇，你眼睛上什么掉下来了？”这雨该说不说，下得真好，大雨点一浇，直接冲掉了方小薇的隐形眼镜，巨大的黑片贴在手背上，惊得方小薇也愣了1秒钟。再抬起头，已经是满脸的笑容。我骗了你，我的眼睛没有受伤。李怀瑾沉浸在巨大的震惊当中，缓缓转过头，看见我平静的脸，艰难地开口：“你早知道他是假的？”我点点头。对呀，他机场那天就掉下来过一次，当着我的面吞掉了。一想到那天他为了方小薇狠狠地打了我1巴掌，李怀瑾的眼睛慢慢地红了起来。
像个木偶一样走到我的面前，摸了摸我的脸颊。还疼吗？不疼，赶不上肚子疼。怒极的李怀瑾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，然后把这个耳光扇在了方小薇的脸上。方小薇被巨大的力量狠狠地击倒，一下就瘫在了地上，手肘跟膝盖都磨出了血。再抬起头，脸上再也没有了温温柔柔的神色。抹了一把唇角，一巴掌换你所有财产，我也不亏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李怀瑾这个时候开始慌了，按着方小薇的肩膀不停地摇晃。你说清楚，说呀。方小薇就只是笑，再不开口。急促的电话铃惊醒了如梦般的李怀瑾。什么？全没了。跌坐在地上如烂泥般的李怀瑾许久才反应过来，抓着方小薇的头发疯狂地扇巴掌，边扇边怒吼：你怎么能骗我？你怎么敢骗我呀？方小薇的眼泪这个时候才无声地流了下来。我的孩子在他们手上。原来方小薇10几岁就去了国外，不是去上大学，而是跟着所谓的老乡去赚大钱。20岁就生了儿子，却惨遭抛弃，日子过得艰难。直到在同学群里看见了曾经的恋人娶了千金小姐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一个计划在脑海中形成。李怀瑾倒抽一口凉气。方小薇的白月光计划竟然进行了好几年，直到他早早回国，打探好了一切，又找了个黑车。都是假的，只为了引我上钩，骗我的钱。想到那一日，我们的孩子没了，我肚子疼得不行，请求他带我走，他却熟视无睹。李怀瑾哭得撕心裂肺。李怀瑾全部身家都没有了，甚至负债千万。高傲在那一刻完全崩塌，匍匐在我的脚下跪着求我：幽年，我是真的爱你的，我以前是错了，你原谅我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以前我是真的喜欢这张脸，现在再看却有些扭曲。穿着小皮鞋的脚狠狠地踩上他的手指，疼痛让他的脸更加扭曲。这是还你那一巴掌。李怀瑾跪在地上，痛得流着眼泪，痛得说不出话来。一枚硬币丢在地上，砸在了他的头顶。这1块钱是你服务的好，给你的小费，好好接着。好好好。李怀瑾弯曲着手指，捡起地上的硬币，笑得满脸谄媚。幽年，只要你点头，我以后1分钱不要，把你当成公主伺候。失望慢慢地爬上脸庞。我记忆中风华正茂的少年，永远地死了。见我面无表情，李怀瑾拽住了老爸的衣袖：爸，求求你，再给我1次机会，你让我当个保安，当个搬运工都行，只求您带我东山再起。一向儒雅的父亲却愣了脸：敢骗我的女儿，我让你在本省都找不到任何工作，收拾收拾，要饭去吧。一听说下半辈子要饭了，一向桀骜的李怀瑾也慌了手脚，指着方小薇：我没有碰过她呀，真的呀，要怎么才能相信我呢？看着爸爸在盯着方小薇的眼睛看，李怀瑾手指用力，狠狠地扣进了自己的眼睛里，竟然生生地捅瞎了自己的眼睛。满手的血惹得人恶心。我捂着嘴，被他的动作吓到。还剩了一丝力气的李怀瑾竟然给爸爸磕了个头，求简叔再给我1次机会。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，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老爸看了我一眼，见我微微点头，才应了下来。人送了医院，眼睛是保不住了，手指头也断了，以后吃饭写字都不灵活了。再出现在我面前的李怀瑾，眼眶里镶着个狗眼珠，见我一直盯着看，自嘲地笑了一声：我是不是活该？如果还没说什么，
我就先退了一步，生生扣了自己的眼珠。这个人对自己多大的狠，就对我多大的恨，一句话都不能相信。刚要走，却被李怀瑾拽住了衣袖，往我的手里塞了瓶子。那是个星星瓶，装着我年少时候的所有秘密，现在看来却像是满满的笑话。他在裤子上擦了擦手，摊开手掌心给我看。现在我才了解你的心意。星星字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：李怀瑾，我好喜欢你。李怀瑾的眼里闪着希望，可惜我现在才看见，以前他对我说话盛气凌人，我不觉得有什么奇怪，只觉得他本来就是天上的人。现在对我谦卑，我才知道人跌进了泥里，什么恶心的话都能说得出来。这是简幽年的爱，而我现在是简家大小姐，你配不上。一把将星星瓶扔进了垃圾桶。我在后视镜里看见保安们笑着将李怀瑾围成一团。不知道是谁先开始，几个人拳打脚踢，李怀瑾躺在地上，绝望地看着远方。方小薇却找上了我。幽年，我是不得已的，如果我不这样做，我的孩子就回不来了。这个女人让我又爱又恨。她是学生时代的清纯校花，是人人仰望的对象，但是却做着恶毒卑劣的事情。看着她卑微的表情，我有些不解。你骗走了那么多钱，现在应该消失，跟儿子团聚了呀。他们反悔了，求求你帮我找回儿子吧，只要你找回我儿子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方小薇哭得梨花带雨，我看着都心软了一拍。更恶毒的念头从心底升起，伤害我的人就应该一起从我的生活中消失，那就回到李怀瑾身边，两个人互相伤害吧。啊！他显然知道自己回到李怀瑾身边面临着什么，哆哆嗦嗦的不敢抬头，一直低着头思索。见我要走，一把拽住了我，眼里像是有最后一根稻草。只要我不被打死，我就回去生生世世的折磨李怀瑾。如果我死了，你要立下字据，收养我儿子。行，按下了我的手印，笑着把方小薇提上了副总的位置，专门管大门口的保安跟李怀瑾这些闲杂人等，甚至工资是他的10倍。我笑着摸了摸肚子，这一切都是你们活该。果不其然，方小薇找上了李怀瑾的第一天，李怀瑾就动了手，把人打得鼻青脸肿，差点闹上了警局。可我知道，他们两个人是绝对不敢报警的。方小薇怕被抓以后再也见不到儿子，李怀瑾如果进去了，就再没有翻身之日。真是蛇蝎夫妇呢。第2日，听闻方小薇是肿着一张脸来的公司，她美滋滋的来跟我报喜。幽年，她虽然力气大，但是眼神不好，我昨晚打爆了她另外一只眼。李怀瑾，瞎了？没有，没有，瞎了您还怎么看好戏？我点了点头，心满意足，心里却一阵荒凉。你的儿子已经在回国的飞机上了。方小薇感恩戴德，在他来之前，我想过让他们两个人纠缠致死的，但是看到他满脸的期待后，我心软了。每个人都该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中，我该放过李怀瑾，也让李怀瑾放过我。没想到他却在下班的时候拉开了我的车门，直接坐了进来。他身上是我给他买的西装，带着我给他买的却从没戴过的领带。这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，我们去个地方吧。李怀瑾难得的冷静异常，这段时间每次见面都是暴怒，我都要忘了他是个多么骄傲的人。傍晚的海边，太阳已经开始下山，父母牵着孩子在沙滩上玩耍。我也曾经期待过这样的场景的。海风吹拂中，李怀瑾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条钻石项链，
上面镶嵌着蓝色的宝石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他没有钱，只能拿出了家传的蓝宝石项链，让我去改款在婚礼上佩戴。我冷笑着接过冰凉的项链，在手中反复打量。包裹着蓝宝石的碎钻熠熠生辉，蓝宝石却不怎么亮了。留着它干嘛？怪晦气的。晚风有些冷，想起结婚时的场景，更冷。李怀瑾脱了西装外套要披在我的身上，被我狠狠地推到了一旁。我有些怒了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想再次跟你求婚。李怀瑾在大海边缓缓跪下，双手举着那条蓝宝石项链。这辈子我会永远爱你，忠诚于你，是吗？风吹着我的发丝，大海开始涨潮，四周空无一人。我抬手把项链扔进了大海中，晶莹剔透，一闪而过。那是我妈留给我的唯一遗物。李怀瑾满脸焦急，视力不好的他慌张地在浅滩上摸索。海浪涌了上来，他一个站立不稳，摔倒在水中。我冷笑，看着大海带走这个恶心的人。找到了，他从泥泞中爬起来，手里举着那条蓝宝石项链，满怀欣喜，冲着我大喊：幽年，我找回来了，你该不用怀疑我的真心了吧？我们的身后是一声冷笑。方小薇手里也拿着一条蓝宝石项链，放进了我的手里。她当是心形石头呢，到处送蓝宝石项链。李怀瑾的全身还在滴水，看着我手里的蓝宝石项链，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，指着方小薇：你跟他一伙。幽年帮我找回了儿子，难道我还能跟你这个骗子站在一起吗？你背叛我！怒不可遏的李怀瑾冲到了方小薇的面前，意外地发现了他身后刚下飞机的儿子，大手一拽，就把孩子拉到了自己的怀里。孩子哭泣着找妈妈，在大海边格外响亮。方小薇的手一颤：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不是说要帮我杀了简幽年，夺了他的财产，给我们俩报仇吗？怎么不记得了？李怀瑾咧嘴一笑，牙齿上沾满了血，恐怖又骇人。孩子一直哭，没有耐心的李怀瑾把孩子往海边一推，立刻就要松手。你只要把简幽年推下大海，我就放了你儿子，2选1，你选一个吧。李怀瑾已经疯了。方小薇吓得大哭。我手里拿着蓝宝石项链，啪的一声打在了李怀瑾的脸上。你这个娘们敢打我，看我淹死小的，马上来淹死你！他的脸上笑容狂妄。我咬咬后槽牙，看着他一把踢进水里的蓝宝石项链，挑衅的一步步向前。家传蓝宝石项链是吧？早就被烧了，因为那是个塑料片，你妈什么好东西都没有给你留。婚礼那天，我重金寻了1颗蓝宝石，而你给了方小薇，刚才被你踢进海里的就是什么？李怀瑾松开了抓着孩子的手，翻来覆去地看自己手里的蓝宝石项链，口中喃喃自语：假的？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明明一模一样。蓝宝石放进嘴里，轻轻一咬，竟然碎成了2半。失落的李怀瑾扔了项链，指着大海：你说真的在海里？对，我看着大海坚定地点头。价值1000万，你捡回来，后半辈子就可以东山再起了。头也不回的李怀瑾一脚踏入了冰冷的海水里，视力不好，站在海里被海浪一打，整个人晃了晃，还是伸出手向着滩涂泥巴里摸去，整个人越走越远，直到在海边成为了一个黑影。方小薇恨得牙痒痒，不停地摸着孩子的脸颊。我转过身，看着这母女俩活着好吗？方小薇扑通一下就跪在了我的面前。
他曾经投诚过我，让我给他找孩子，也站在过李怀瑾身边，让他相信2个人能够夺了我的家产。我一步步的逼近，方小薇慌张地拉着孩子，不住地往后退。不是这样的，你相信我，我是骗他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呀，你放过我，放过我。孩子踩住了他的脚，2个人啊的一声从堤坝上掉了下去，下面都是坚硬的飞机石，2个人磕得头破血流。小孩坐起来嚎啕大哭，被方小薇一巴掌直接打在了脸上。死孩子，哭，像你爹一样。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在了孩子的脸上，他的身体软软的，整个人直接顺着飞机石滚了下去，扑通一声掉在了海里，转眼没了影子。方小薇这个时候才吓得腿软，站起来大喊，却没有回音，只有无尽的海浪拍打着飞机时的声音。手机，我的手机呢？四处寻找跌落的手机，方小薇的脚一滑，一下坐在了飞机石上，整个人嚎啕大哭。儿子，我的儿子！我拿出手机，帮忙报了警。这样的夜晚，夕阳带着最后一丝光亮，也没入了地平线。救援队来得很快，小艇很快找到了飞机石下面的孩子，早就已经没有了气息。这个时候，大海远处却传来了一声惊呼：找到了！哈哈哈，我下辈子不愁了，我有1000万了！你竟然还没死！方小薇从巨大的忧伤中回过神来，惊讶于他竟然没有被海浪吞没，抓起一块鹅卵石，怒气冲冲地冲进了大海里，狠狠地砸在了李怀瑾的头上。李怀瑾在黑暗中也不甘示弱，用手里的项链缠在了他的脖子上，企图勒死他。2个人在救援队的制止下分开。李怀瑾已经头破血流，方小薇脸色青紫，依然死死地把着救护车的门，不让李怀瑾上车。我儿子都死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你死了正好陪我儿子一起，让他不孤单。方小薇已经极尽疯癫，身后是医护在救护车上抢救，滴滴声一直充斥着耳膜。忽然医生惊呼，有呼吸了！啊！方小薇跃上车，喜极而泣，不停地拍着车门，催促开车。李怀瑾捂着头，面色却冷，抓着我的手，冲着我狠狠瞪了一眼：蛇蝎女人，你也给我上去，出了事咱们谁也别跑。李怀瑾的血滴了一路，眼看着脸色越来越苍白。医护在车上抢救也没什么用，只见他双眼一翻，竟然直接晕了过去。方小薇看着自己的儿子，又看了一眼李怀瑾，乐得哈哈大笑。好呀，恶有恶报啊，想贪图人家白富美的全部身家，人心不足蛇吞象啊！一大一小2个人推进去急救。方小薇表情漠然地靠着墙壁，像是对我说，又像是对自己说：你说我们3个到底谁的恶更多一些？有工作人员上前，看着忧伤的方小薇，自我介绍是遗体捐赠的工作人员。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不要来咒我的儿子！在这样的时刻，确实是难以接受。方小薇就差上前扇巴掌了，却听见护士在叫李怀瑾的家属。他愣了1秒钟，然后跳起来：我，满眼的光。对呀，我跟这个恶人没有离婚啊，我现在是李太太啊，我可以签字啊。边说边笑，吓坏了旁边的小护士。只见他大笔一挥，拒绝，我全部拒绝，现在立刻给我老公拔管，我要出院，我不治了。远处的公益宣传员也远远地看着。方小薇大手一挥：来，我要捐遗体。方小薇以李怀瑾妻子的身份，捐了李怀瑾的全部器官，还有他的遗体。
只等着他死。你就那么恨他吗？妈，我恨不得撕碎他。你知道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吗？他让我跟他结婚，在家结婚生子。我的脑子回想起他们曾经是神仙眷侣，没想到李怀瑾为了自己的前途，竟然不惜毁了方小薇。后来呢？方小薇的眼里有泪。后来是我被迫嫁给了不爱的人，给父母赚了大笔的彩礼，婚后一起出国打工，还有每天被打。他的眼里没有光了，想到之前，满满都是恨。抢救室的门忽然打开，方小薇以为盖着白色单子的人是自己的儿子，失控掀开了单子，出现的却是李怀瑾的脸，顿时哈哈大笑起来。好呀，你利用了我10几年，我让你当骨头架子，给孩子们做贡献吧。李怀瑾被推走，也许很快会出现在医学生们的手中做实验使用，也算是死有其所。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也该走了，给方小薇交了些医药费，离开了这个伤心的。李怀瑾死了，毫无征兆。出医院的时候，天都快亮了，一如他约我的时候，天边带着些微光。他曾经爱过我，但也只是短暂的爱了一下。我大哭了一场，打算离开这个地方，却又接到了方小薇的电话。他约我一定要见一面。孩子大难不死，除了脸色苍白没有什么异常。我也没有红包，给了孩子个金镯子。他瞪着大眼睛，忽闪忽闪地询问妈妈能不能要。方小薇忽然就哭了出来。幼年，你为什么那么好啊？我自嘲，胖子都脾气好，只要人不犯我。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根项链，正是那个见证了我婚姻的蓝宝石项链。我本来想卖了远走高飞的，但是刚才看见你对孩子的态度，我觉得还是应该还给你。蓝宝石熠熠生辉，在我的手里闪闪发亮，侧面有我家族的印记。这么大的宝石，在任何地方都卖不掉的，为什么不呢？项链已经断了，上面还有浅浅的血迹。这是你的，我不能拿，我从你那里已经拿了够多了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一滴泪从方小薇的脸上掉了下来，这次她是真的心怀歉疚。我笑着把项链还给了她，她疑惑地看着我，只见我轻轻一摔，蓝宝石碎成了2半，这也是一条假的。项链上的碎钻不值钱，我在大婚当日骗过了所有人。老爸总是说外人不可靠，当时又做了一条假的蒙混过关。真的，在家中的保险柜里，从来都没有带出来过。连李怀瑾都被你骗了。不，我从未相信过他。方小薇的嘴张得巨大。那孩子，从未有过。这一切都是假的，是为了跟李怀瑾离婚制造的假象。我早就知道他想要吞并父亲的公司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下定决心，如果他真的做了，我就永远的离开他。这一切在李怀瑾眼里都是镜花水月，是老爸商场上的手段而已。我拿回了所有简家的东西，成功脱身。这一切都好感谢方小薇在眼前做障眼法。你真的好恐怖！你当有钱人都是傻子吗？我垂涎于李怀瑾的脸蛋，但也仅此而已。方小薇站在原地久久，难以回过神来，看着我身后的豪车里坐着司机，正是那天劝阻他捐献遗体的工作人员之一。原来一切都是我的主意，我让李怀瑾死无全尸，却没有一丝一毫干扰到我。满脸的后怕，如果方小薇没有站在我的身边，现在死无全尸的就是她了。恐惧让她跌坐在椅子上，手里还攥着那条碎钻的项链。天渐渐黑了，起风了，
李怀瑾的遗体听说救了很多人，只是可惜了没有角膜，不能让更多的人重见光明。污秽见得少了，未来能更光明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